World Heroes Perfect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y Retro Games 频道，我是 MyKyoko 老麦。世界英雄完美版这款经典格斗游戏，从1995年5月25日发售至今，已经整整走过了30个年头。坦白说，关于这个游戏的深度攻略资料非常稀少。接下来一段时间，我将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个人研究、实战测试总结出来的心得与技巧。如果你也是世界英雄的爱好者，有自己的见解和心得，都欢迎在留言区畅所欲言，我们一起探讨。首期内容，我们就聚焦一个非常核心且实战性极强的系统——眩晕机制。我们和小伙伴对战时，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？明明你血量碾压对手，眼看胜利在望，却被对方一套看似平平无奇的连招直接打晕，然后惨遭翻盘。当时可能觉得，挨打多了自然晕，算我倒霉。离谱的是，角色明明满血状态，却被对方几下轻拳轻脚，突然就晕了。这一刻，血压是不是瞬间拉满？别急着摔手柄，如果你能彻底掌握并利用这套系统，即使是逆风局，也能打出惊天逆转。与一般传统格斗游戏一样，通过一套高伤害连段，或者短时间内连续多次重攻击打，都可以把对手打晕。这里以半藏为例，正常状态下，使用冲刺重拳无限连，击打5下，即可将对手打晕。对手在眩晕状态下，则需要打6下，才能再次打晕。但如果等待对手解除眩晕状态，后续只需要击打5下，就可将对手打晕。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眩晕状态中，你打出的第一下攻击是不计算眩晕值的，所以一套刚好累积满眩晕值的连段，无法连续将对手打晕。这时候，我们需要在一套眩晕连续技前增加一个攻击，把对手打醒，就可以实现连续打晕。一种方法是使用空中2连击，在空中提前打出轻攻击，把对手打醒后，立刻使用重攻击连段，就可以连续把对手打晕。部分角色可以使用多段判定的攻击起手，第一下负责打醒，第2下开始累积新的眩晕值，同样可以实现连续打晕。如果体力与对手差距较大，可以根据体力差距适当增加连击数，即可实现连续打晕，甚至可以绝地翻盘。接下来我来介绍另外一个的眩晕机制，这里先简单总结一下：当双方体力差达到最大体力值的特定百分比时，体力高的一方眩晕值会随之下降。这里用杰克的冲刺、轻脚、无限连来做测试，在与对手体力相差0至25%之间时，需要13下连击才能把对手打晕。体力差达到最大体力值的25%，只需要12下即可。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，当体力差距越大，打晕对手所需要的连击数会逐步降低。当体力差过半，可以看出来眩晕值也降低了一大半，现在只需要6下连击即可打晕。体力差在50%到75%时，眩晕值也会持续下降，但由于轻攻击连击有保底值，最少都需要5下连击才能打晕。当体力差达到77%时，眩晕值会下降至最低，这时候仅需要保底4下轻攻击即可打晕，基本上所有角色都适用。
也可以使用2下轻攻击加1下重攻击打晕。部分连击数较高的必杀技也可以直接把对手打晕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即使体力差到达100%，也需要保底4下轻攻击或者3段连续技才能把对手打晕。我们再次使用半藏的冲刺重拳来做测试，体力差在0至25%前，需要连续5下才能打晕。体力差超过25%时，只需4下即可。体力差超过55%时，仅用3下即可打晕。下面再来看，无论半藏体力下降多少，只要与对手体力相差最大体力值的25%，约24个像素点，都能达成4下连击打晕的条件。回到片头的这场战斗，利用这个眩晕机制，我们可以通过低伤害的连续技控制体力差，达到连续打晕的效果。在体力差大于77%时，我们可以多次通过2下轻拳加1下重脚打晕 BOSS。记住，眩晕时需要多加1下轻拳把 BOSS 打醒。体力差下降至55%到75%时，需要再接一个必杀技才能继续打晕。体力差接近50%时，需要使用一套连击数较多的连续技。体力差接近25%了，直接使用一套大连段再次打晕，最后使用英雄超必杀技收尾，这样就完成1个回合连续打晕7次的成就了。我们掌握了体力差降低眩晕值的机制后，实战中仅需连续2次打晕，加上超必杀技收尾，基本上都能达成绝地翻盘。利用这个机制，一些平时较难命中的超必杀技都可以焕发出生机。这个机制还能配合防御打击、破防反击等战术使用，打出逆转战局的精彩操作。能最大化利用这个眩晕机制的角色有金龙、马克西姆、肌肉力量、成吉思汗和埃利克。利用这个机制，就可以与半藏、海盗基德、出云良子、杰克等有无限连的角色抗衡。关于这个眩晕机制，有几个点需要注意的。第一，轻攻击和多段攻击的眩晕值消失得非常快，在连招中途使用这些攻击，稍有间隙会重置眩晕值。例如半藏的轻拳，体力差最大时，连续击打4下可以打晕，但连击中向前走了1小步，即使连招没有断，眩晕值也累积不起来。实战时需要谨慎使用间隙过大的多段攻击，避免打不晕的情况，
错过翻盘的机会。但相反，可以利用重置眩晕值的机制，打出龙虎乱舞。第二，对手眩晕时，需要把对手打醒，才重新开始计算体力差和眩晕值。所以，连续击的第一下尽量用伤害低的攻击把对手打醒，避免体力差进一步降低，影响连续打晕的效果。第三，连续技存在过量攻击的情况，即在连招途中已经把对手打晕，但后续攻击又把对手打醒了。实战中，在体力差距较大时，需要控制连击数，避免出现过量攻击把对手打醒。第四，对手气力槽满格时会触发倒地受身的机制，连续技的最后一击需要避免使用倒地攻击，以免对手触发倒地受身，躲过眩晕状态。这里有一个 bug， 虽然受身可以避免进入眩晕状态继续行动，但角色实际上还是处在眩晕中，后续你仍需要增加一次攻击打醒，合计6下连击才能再次打晕。在受身躲过眩晕状态后，使用特定的招式，角色会重新进入眩晕状态。目前我只发现肌肉力量的背投会触发这个 bug。第五，眩晕状态有2种，一种头上出现小鸡，另一种是天使。两者的眩晕时间不同，通过拍打摇杆和按键，小鸡眩晕保底需要限时时间 1.5 秒就能摇醒，天使眩晕则需要3秒。一般情况下，决定这2种眩晕状态的是连续技的最后一击。最后一击伤害较高时，就会出现天使眩晕；伤害较低时，就是小鸡眩晕。使用必杀技收尾也是通过伤害高低来判定，不过在体力差的影响下，情况会有所不同。体力高的一方更容易被打出天使眩晕。以上就是我对这个连说明书都没记载的眩晕机制的心得，希望对各位有帮助。最后分享几套我以往研究的满血状态时的极限眩晕连续技，感谢你的观看。Okay, perfect.